男人挑戰住在完全黑暗的房子裡，只要能生存7天就會贏到10萬獎金。這裡面沒有網絡，沒有時間，更沒有光源。在這極其壓抑恐慌的黑暗中，他能堅持多久呢？陌生的房子經過處理，已覆蓋了所有的光源。一場艱難的挑戰再次開啟。阿偉所處的環境比我們想象的還要黑，好像被封印了一般，黑得讓人可怕。只有在攝像機的紅外線中才能看到他。阿偉小心翼翼地站起身，手扶着桌子，不敢往前一步。陌生的房子，黑暗的環境，膽子小的可能早就嚇跑了。但他要在這裡住上7天呢，必須找到吃的用的，才能應對接下來的難題。眼睛看不見，只能依靠聽覺和觸感前行。他從臥室裡摸到廁所去，又慢慢走到了門口，發現大門被鎖住了，更不會有人能提供幫助。阿偉又回到了廚房，憑着記憶勾畫整個房子。他猜到這所房子可能很大，找了半天都沒有找到臥室，摸到了2次推拉門，把他搞暈了。什麼房子會裝2扇推拉門呢？走着走着，再次錯過了床鋪。他記得之前就摸到過這根三腳架，於是朝反方向搜索，終於找到了柔軟的大床。完全黑暗的房子，隨時都會出現意外。阿偉走得很慢很慢，他在抽屜裡找到了2捆繩子，或許可以用這些做一個指引路線。他以餐桌為中心點，將桌子的右腿連接到臥室，左腿對接廚房，又扯了一根繩子直接拉到了衛生間。只要記住這3個重要的方位，就能解決吃喝拉撒睡。閉着眼睛生活7天也不是沒有可能，但他忽略了大腦應對黑暗的反應。才過去了5個小時，就出現了眩暈，不敢想象以後會發生什麼可怕的事情。阿偉在廚房的抽屜和櫃子裡找到了食物和水源，他甚至不知道吃的是什麼東西，只能依靠嗅覺來分辨火腿和麵包。剩下的時間，他準備睡一覺，讓時間過得快一點。這才第1天就感覺到了恐慌和壓抑，黑暗幾乎是所有人的噩夢。第2天，阿偉醒來感覺很不適應，眼睛睜開和閉着完全沒有區別。他有些莫名的煩躁，脫離了人群，陷入了黑暗。這種困境讓他很絕望，根本沒有心情去做任何事。阿偉祈禱節目組的人能來看看他，哪怕有人跟他說上一句話。導演擔心比賽會堅持不下去，於是派小助手前去查看一下。阿偉聽到通知，趕緊返回到座位上，戴好眼罩等待有人進來。這麼黑的空間，小助手也很震驚，他只有通過相機才能找到人。阿偉既興奮又憤怒，黑暗的壓抑他很希望向人傾訴，但是小助手沒有發出一點聲音。阿偉以為出現了幻覺。Я тебя слышу. Ладно. Кусок алчи. 小助手只待了一会就離開了。阿偉又恢復了一個人的黑暗牢房，他落寞地爬上床，提前開始了睡覺。沒有時間，也沒有光明，只有睡着了才能暫時忘記恐懼和絕望。第3天好像沒有那麼難過了。阿偉強制自己適應黑暗中的一切，想想盲人是怎樣生活的，對比自己反而幸運多了。7天後就能重見光明了。這時阿偉突然看到了一束亮光，等他再次眨眼時又消失了。一瞬間的錯覺，阿偉不停地尋找光源，心理專家卻認為他可能出現了幻覺，大腦反射的一種強烈信號，提醒主人顏色這一塊異常缺失了。阿偉感到煩躁不安，再待下去會不會變成瘋子？小助手的探望時間到了，阿偉在摸尋眼罩時突然打碎了水杯，他來不及收拾殘渣，及時戴好了眼罩。小助手這次帶來了畫板和畫筆，阿偉希望他們能清理下地面的玻璃渣，如果在黑暗中扎到腳就太危險了。但是小助手卻轉身離開了房子，阿偉無可奈何，只能自己想辦法。他將抱枕扔到地上，踩着慢慢走到了门口，穿上鞋子就不擔心扎腳了，然後拿一條毛巾摸索着將碎片堆到一起，在撿的過程中不小心扎到了手指。好在衛生間門口有台吸塵器，他在餐桌周圍來來回回清理了好幾遍，應該沒有玻璃渣了。漫長的黑夜，阿偉決定用畫畫打發時間。小助手提供的彩筆竟然是水果味的，他看不見也能分辨顏色。這份驚喜支撐着，一直畫了好久。相機的紅外線照不到白紙上的圖案，導演也很好奇他到底在畫什麼。後來才知道他在釋放內心的恐懼、不安和憤怒，仿佛這樣才能緩解壓力。這一天他過得比較充實。第4天，阿偉刮了鬍子，整理了髮型，他說服自己像個盲人一樣好好生活幾天，堅持下去終會看到光明。他解開了指引的繩子，每個方位幾乎了如指掌，就算閉着眼睛也能快速到達目標，好像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發展。阿偉鼓勵自己一定要戰勝黑暗。小助手又來探訪了，他發現阿偉閉着眼睛和他說話，幾乎沒有睜開過，而他自己完全沒有感覺到變化，甚至懷疑眼睛是用來幹嘛的。睜開和閉上有區別嗎？在小助手的提示下，阿偉重新睜開了眼睛。長時間的黑暗生活真的會改變一個正常人，這種實驗想想都覺得可怕。第5天的時候，阿偉突然消失了，任何角落都沒有他的身影。節目組的人趕緊去找，周圍的街道分散搜索，終於在一家超市門口找到了他。阿偉戴着眼罩，始終保持着黑暗。他說他很壓抑，很想出來透透氣，並沒有違反比賽規則。阿偉承受着實驗的重任，再次回到了房子裡。第6天的時候，他一直在嘆氣，說不上來的難受情緒，就好像陷入了深淵中無法脫身，特別想念外面的家人和色彩斑斕的世界。他很擔心以後再也見不到了。心理專家分析，這可能是黑暗引起的頹廢心理，無助、焦慮和恐懼正在一點一點地吞噬他。
這一天，阿偉過得很傷感。黑暗中，他幾乎想起了很多傷心事，情緒低落到了谷底。終於熬到了第7天，小助手第一時間將他帶出了房間。重見光明的一刻，眼睛變得非常敏感，他激動地哭出了聲音。久違的光明，阿偉不敢睜開眼睛，沒想到他竟然做到了。很難想象突然瞎了7天再次看見顏色的心情。阿偉重新回到實驗的房子裡，竟然跟腦中構想的布局完全不一樣，比想象中小了很多。看來眼睛看到的跟猜到的天差地別。經過這次實驗，阿偉就像重生了一般，相信他會更加珍惜這個多彩的世界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如果是你會堅持多久呢？